令和邻居，那就是看你跟房东合不合啦。我今天不能造口，也不能讲太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做白日梦的君令。我分享一下，我到温哥华大概也快半年了，5个月多，但我其实已经搬了2次家，这第3个家。有点多，但就想说有一点小小的经验，可以跟在这想要搬家的，或者是还没来这准备要过来的，可以有一小小准备参考一下。因为其实我来这之前没有真的认识这里的朋友或者是亲戚住在这，然后加上我就是也有跟学校短租的 share house，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来这里再看看，可以让在台湾想要先找到房子不用租 Airbnb 的人一些小建议、小参考这样。我今天就是就我自己的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那如果大家有其他疑问，或者是想问什么关于打工游学、打工度假，都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今天的正题吧。找房子怎么找？我要在哪里看？我在台湾，这里要怎么看？第一个就是怎么看房子。现在网络就非常发达，我知道大家也都会比我厉害，都会搜寻 Google 啊、FB 社团。FB 社团蛮多的，大家可以直接 key 关键字，看你要去哪。温哥华、多伦多租房，其实都有一些社团可以去加入。还有另外一个这里蛮流行的一个网页叫 Van People，VAN 然后 People， 是一个华人网页，所以在上面找工作、找房子都很方便，可以也在上面搜寻一下。那另外就是我这间房子其实是在日本人的网站偷偷攻略日本人，他们都可以在上面找到很不错，然后价钱又没有很高的。后来有时候会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，蛮值得参考的。那你有听到那个木造房子，就是隔音稍微差一点。不过 anyway， 我觉得这边除了隔音，其他都蛮好的。那接下来就进入房屋的部分。主要就是看你环境、房间你喜不喜欢嘛。分享一下这边的房屋主要有几种。第一种，如果你没有想煮饭，简单的选择 homestay， 就是它可以包餐，你就不用烦恼每天要吃什么。大概价钱会落在1200上下，最近都听到的价钱 homestay 跟 share house 都比较不会是在市区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这种 share house， 你就是评估一下，你觉得几个人共用一个厕所，你觉得是比较舒适的状态。我之前那个大概3个到4个共用，那我现在这个2个人共用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真心这样讲，就是你只要知道另外一个人大概什么时候会使用浴室，那个时间比较不会抢崩到。最近看到大概价钱落在800到1200，普遍来说800到1200是我比较常听到，如果是学生或是 working holiday 选择的价位区间。那700多其实也有，在日本人的网站会找到，大家再评估一下。那往市区一点就是 apartment 部分，公寓或大楼。那它也会分低楼层、高楼层，那价钱也会有不一样，那你就会比较贵，至少1000跑不掉，然后到2-3000也都会有，就看自己需求。基本上也是比较轻隔间，因为寸土寸金嘛，房子就已经没那么大，如果再用钢筋水泥去隔开，那个空间会更压缩。如果想要住市区，可以考虑一下公寓。那价钱稍微高一点，但就比较新，也有管理员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整层去分租的，如果你有朋友要一起租的话，一个人大概1300、1400跑不掉。那还有一种 studio， 我觉得 studio 最近已经感觉比较少看到了，它有点比较像套房，但是又比较偏工作环境一点的感觉。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就是比较工作感一点啦，稍微轻隔间一点。另外就是要注意看一下它有没有包，这里都通称水电网煤，就水费、电费、网路。燃煤比较是瓦斯或者是暖气的部分，注意一下需不需要多付这些。那我觉得公寓比较多会有那种网路要另外付费的 share house 好像基本上都是包在里面。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你评估一下交通。这里交通主要就是公车跟天车，那天车叫 SkyTrain，
很像我们的捷运 MRT， 天车相对公车的班次非常稳定，不会因为路上路况，不管好天气坏天气的路况、误点状况，所以我觉得住天车附近相对来说比较方便。公车有时候就是会误点，去年底我遇到2次罢工，他就真的罢工，像法国那种真的罢工，可能要搭Uber去学校，有些人要走1个小时才能到 SkyTrain， 而且冬天其实很常下雨下雪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交通这是蛮重要的考量点，是因为大家也知道温哥华 Vancouver 叫 Vancouver， 所以它一年大概超过半年都在下雨。像我很喜欢走路，可是在下雨天下雪天走路就不是件太好玩的事，然后你有可能刚下课刚下班，会真的厌世。这个就是房屋的一些各种偏客观。那第二个觉得很重要，就是有点偏主观了，就是你有没有习惯跟房东住。我觉得生活公约是非常好的事，就是大家住在一起要遵循一些规则。但是如果你的房东比较常在家叮咛东叮咛西叮咛 A B C D， 我今天不能照口，也不能讲太多，就是我觉得房东规定都是 OK， 只是大家可能也没那么，还是只有我反正我觉得可能也没那么喜欢，就是如果房东常常在跟你后面讲前房客的 ABCD， 而且不是赞美的那一种，好事的那一种，像我这种坏小孩啦，就是现在一定被他讲得天花乱坠，那反正就这样，这种事情就是嘴巴长在别人的脸上，我们也不能干涉太多。不过他住在海边，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那就是看你跟房东合不合啦。反正我觉得现在这里很棒。好，那第三个重点，我觉得签约。其实温哥华有一个公版合约，我是到这一间才签，因为第一间是跟学校，那第二个其实没有签，就是很简单。但我觉得，这一间的有签一个公版，我觉得还蛮好，就是保障双方啦。那上面就是会有房东、房客，那还会有他提供什么水啊、电啊、网络啊等等等。在我们这里每个礼拜打扫一次公共区域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，如果你要搬走、你要换房子，或者是离开加拿大、温哥华之类的，就是提前1个月要跟房东说，不要因为害怕有点破坏关系或什么不敢讲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在1个月前跟他讲，其实他要找房客是非常紧凑的，而且你可能还要 cover 那一段时间他没找到房客的损失。我同学就是有因为这样有多付了一些房租，对，所以大家要谨记这一点。那这个在签约的时候，其实房东也会跟你讲清楚，也应该要跟你讲清楚。那如果你真的要搬走，这边的契约基本上是1个月，你就是要付满1个月的月租，7月1号付的就是1号到31号的钱。那如果比如说你7月20要搬走，20到31号前，其实房东是不会退你的，但你有权利住到31号。记得我说这句话，你有权利住到31号，只是说你要付满这个月的费用。不过蛮特别，有些房东会退你啊，人不错的，或者是他就是有找到新房客，所以他觉得也没有必要收2边钱。我就是遇到一个经验，就是他没有退我，没关系，就是我知道这是惯例，只是说我那时候就想说，那我就是可不可以把东西放着，我就是31号前搬完就好。但没有，我被告知说我东西就只能放到就是搬家那一天。可是刚好记得我讲我房租是付到月底31号这样，可是他竟然就是要求我当天就一定要把所有东西搬走，不能放，合不合理大家自己可以判断。我到现在是还没听到有人跟我说这样合理的了。好，反正 anyway 这件事我就不想要再争论。那另外一件事就是押金，就是你进来要预定这间房间的时候就是要付嘛。那如果出去的时候如果没有破坏任何东西，房东就一定要退还我们，这是本来的权利义务。不要想说房东跟你说他退押金给我们是一件非常优惠很好的事，没有这回事，那个本来就是我们应该拿的。这些租屋3大重点，
跟以下的主要房型介绍分享给你们啦，希望对你们有帮助。今天就是看你喜不喜欢，适不适合你，没有哪一间房子才是最好的。如果还有什么没讲到、没有提到大家想问的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那希望大家可以找到好的房东跟不错的室友，像我现在的室友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而且外国室友就是有这个好处，就是因为大家来这个跟我们不同的国家，所以我们都只能用英文聊天，可以顺便增进一下英文能力。那想要看我分享其他加拿大的生活，欢迎下面留言哦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下一集见喽，拜拜！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，开启小铃铛，拜拜！打了光，感觉变很白。